幻天经，道逆天伦。绝不可能成为一阙阴阳。我是龙羽之子，真正的天人。鬼牡丹，你妄图以弑母作为赌注，逼我开天轮进行夺舍，你真的激怒我了。你的功力恢复了。没错，如今我是完整的天人体，你夺不走。你不是妄图拥有人类的情感，那我就让你如愿以偿。开天轮。相信自己，你不会杀我。杀戮就是你的天性，这才是你的本能。我根本就不是唐离子，我也不是这周君楼的人。这个怪物，那个金童魔印蛮帅的。姐，给我在，你过不去。没有为什么，我只是想救公子。收起你的慈悲，我是个怪物。唐某是被创造出来杀了的人。可你关心池云，关心大家，关心我。可是方舟并没有教我如何去爱一个人。你醒了。你的样子和我想象中一模一样。记住，母亲爱你。母亲。由罪恶铸成的通天柱，不该存在于世。八部龙火是非天。
一阙阴阳，青铜树一毁，你要如何复生？孩子，替我看看外面的星空，记住，母亲爱你。母亲，捷报！中原剑会客村唐立祠单枪匹马深入敌境，一举捣毁风流殿老巢，诛灭幕后黑手鬼牡丹。神机堂的弟兄们都瞧见了吧？那青铜树倒塌之时，地裂山崩，火光飞溅呐！先是胜任牡丹楼，再是飘零梅月，从大本营到老巢，接连被我们击破。风流殿再无死灰复燃的可能了。对呀，我们对战了这么久，终于胜利了！大快人心啊！乐观是好事，但唐公子与去找他的池少侠，神机堂可有打探到他们的下落？哎，这个菩提谷地形太复杂了，而且我们这回驻扎的比较远，这只能看到大概的动向。他们要是运气好的话，能够在山崩之前逃出来；要是运气不好的话，你就别再往坏处想了。哎，我这现在大家好不容易能够松口气，依我看，唐公子下落不明之事，就暂缓公开吧。少剑主请中原剑会诸位长老及堂主前往青阳洞天，有要事相应。今日少某召集诸位来此，是想告知诸位一件事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少某决意卸下中原剑会主理剑主一职。如今风流殿已毁，但恐有残余势力作乱，急需强硬手段除恶务尽。少某残躯不堪重负，还请诸位另推新位之主。少剑主，中原剑会还需要您的领导，三思啊！少剑主三思，三思啊！请诸位放心，我与普珠先生和程道主都商议过了，这2个月就由程道主代理剑主职责，推举之事还有时间，可慢慢考量。少剑主心中可有心仪的接任对象？这历届剑主都不是由原剑主任命的，是由诸位推荐的。少剑主，是所有人都可以推举吗？当然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被推举的对象，关键在于赢得剑会与众人的认可。不过，若有匡扶武林之功绩，自然更佳。少剑主，奴家想举荐自己。啥？西方姑娘，你才刚入剑会，奴家确实初来乍到，不甚了解。敢问少剑主，竞逐剑主之位，可是需要资历？据奴家了解，唐公子来剑会也不比奴家早多少。对剑会绝功之伟的唐公子，难道也没有竞逐剑主之位的资格吗？既然姑娘对剑会不甚了解，又何必托大竞逐剑主？一时不了解，不代表永远不了解。况且奴家如今也是剑会之人。竞逐剑主之位，的确不需要资历，但仍然需要诸位剑主与上下弟子的同意才行。多谢少剑主，我只需要知道我有资格竞逐剑主之位就够了。至于诸位能否同意，那就是奴家自己的事。西方姑娘入主中原剑会，颇有些锐意进取之范。姑娘与邵某相交不深。普珠先生，你作为引荐者，
以为如何？奴家之事，又何须劳烦普珠先生？先生不过是奴家的指路人。奴家在剑会所行之路，也不一定要完全依托于先生。奴家知道，少剑主与程岛主有疑虑，奴家出身风流殿，有疑虑是应当的。奴家只说2件事：第一，在场的诸位当中，除了程岛主和普珠先生以外，当属奴家的武功最高。第二，风流殿虽败，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没有人比奴家更了解风流殿，所以，在剿灭风流殿之前，奴家是最合适暂任剑主之位的人。暂任，什么意思？奴家在此立誓，半载之内，进剿风流殿。在此之后，奴家愿意退位，让剑会重新推举剑主。为什么？西方姑娘是想在这半载之期完成什么心愿？奴家自知罪孽深重，竞选剑主之位，并不是奴家所要，而是不得已为之。若想要赎罪，只有剿灭风流殿这一条路。既然如此，西方姑娘何必当剑主呢？攻打风流殿时，身先士卒不就够了？诸位，本宫自觉亦能竞选剑主之位。公主，领导剑会，绝非易事。当然，我不是看不起公主的能力，只是连普珠先生和程岛主都无意接任，可见，奴家还是建议钟姑娘安心做朝廷公主。但本宫是我师父唯一的弟子，是善丰堂堂主。8岁起就开始在师父身边，日日观察如何管理剑会，处理的剑会事务，比你在风流殿时杀过的武林同道都多。西方姑娘一个刚加入的外人，都能舔着脸来竞选，本宫身为善丰堂堂主，反倒成为最没有资格的人了。哦，看来公主这么快就当腻了公主。少剑主，唐公子，唐克尊，不知唐某是否有这个资格？唐公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的伤势无碍，唐某已经痊愈，只是少剑主看上去似乎不是很好。唐某斗胆竞逐中原剑会剑主一职，还请诸位多多支持。前辈，回来啦。现在风流殿垮了，你也不用那么拼命了。往后啊，你就多跑跑我这儿，总能给你调养好的。你去那儿坐着吧，一会儿我给你把把脉，看看你的病情。我没有病。大夫说了才算。
你的武功已经恢复了，但如今你气血亏损，真气紊乱，受伤了也不能像从前一样随意自愈，近期不能再失血，更不能再用往生谱救人了。3颗药已经用完了，眼下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凶险，一不小心就会没命的。前辈，若有人问起，可否只说第一句话？前辈，如今剑会需要一个全盛状态的唐离子，而我的同伴们也同样需要，所以拜托了。那你的同伴还包括阿谁吗？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听说你回来了，他非要来找你，拦都拦不住。放心，师父没事。身体如何？武功已经恢复了。还有吗？哎呀，没大碍了，快走吧，吵得我头疼。多谢前辈。走吧。阿谁姐姐不在。阿谁姑娘，她走了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不会再回来了。师父骗我，阿谁姐姐那么喜欢师父，她一定会回来的。沈兄有话要跟我说。赤云去找你了，我让他给我传信，但至今未有消息。他走了多久了？半月有余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收到楼主传信，说他找到了七宝重璧簪中的最后一颗宝珠，召我即刻返回13楼。若是能在期限内到达，便将惠娘的尸体还给我；若是不能，他便视作我毁约，毁掉惠娘的尸体。楼主给你的期限是明日午时。此事宜早不宜迟。沈兄，今日便出发吧。那赤云怎么办？有我，你还不放心吗？放心。走了，无需相送。走吧。师父，人怎么越来越少了？人生来这世上，本就是独来独往的。不，小石永远陪着师父。好。我刚从山下回来，沿途看到这些中毒者暴血伤人，我也让人将那些毒发未死者压下。这些都是因邪丸而死的江湖人，他们或服食过多邪丸，体内毒素发作而死，或被发作者攻击而死。这几具都是从相距甚远的地方发现的，可见毒性已大规模同时爆发。黑土离被人盗走了，这是医环突月造成的伤害。难道赤云见过这些人？赤云这么久还没回来，连沈狼魂都找不到他，难道真的遇到麻烦了？对，
可以试试天然境的寻魂秘之术。连寻魂秘影之术都找不到赤云的踪迹，赤云肯定是被困在了什么地方。唐公子，方便相见吗？我没去找你，你倒先来找我了。半月不见。听说唐公子不仅伤病痊愈，武功还全部恢复，实乃见惠之幸。唐某大难不死，恐怕对西方姑娘来说是最大的不幸了。如今毒患又起，见惠需要的是能妥善处理毒患之人。唐公子武功确实是天下第一，可却在这件事上始终不亲奴家。哼，姑娘还敢提这个？风流殿虽被捣毁，可是江湖上的染毒之人却骤然增多，这其中的缘由，我想姑娘最清楚了吧？没有证据的事，公子可不能乱说。今日我带了些补药来，若是唐公子用不着的话，可以留着给失踪的池少侠，说不定他会用得上。失踪了这么久，可不能耽搁。不必了，你为什么要加入剑会？鬼牡丹让你来的。唐公子说笑了，何必提已故之人的名讳？你与鬼牡丹是什么关系？仇人、恩人、师父、死敌，情感复杂，杀之后快。如何自证？清者自清。这句话不适合用在姑娘身上。姑娘贸然出手，究竟想要做什么？关心同僚吧。今日一试，方知唐公子的功力果然全都恢复了，实乃见惠之幸。那你还应该知道，既然唐某要竞选剑主，那定然势在必得。夜色已晚，唐某就不留姑娘了。他的功法竟会影响天人体，就赤云的事不能再耽搁了。可如今剑会局势混乱，如今毒患又起，剑会需要的是能妥善处理毒患之人。唐公子武功确实是天下第一，可却在这件事上始终不亲奴家。剑会中还有一人，他正合适。妖女还想跑，站住！这边试试。程岛主，行色匆匆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刚刚我撞到风乐殿妖女，
瞧见他往下山的方向跑了，可追了一会儿又不见了。下山？下山可不是这条路。想必他已经跑远了。明日我会告诉秦牧堂，派一名弟子贴身辅助程岛主，如何？想笼络人心啊，唐公子，想不到你也学会了西方桃的那一套。不过你们的好意我都不需要，程某手里的选票，谁也不会投，包括我自己。程岛主不用担心，唐某不是来拉选票的，而是另有一事。茶花岛一直关押着许多一阙阴阳的信徒，即便过去10余年，他们仍在人世，所以程岛主一定很了解如何对待中毒之人。西方桃为了树立形象，对待服毒之人手段毒辣，唐某不想看他们枉死。于少城主已经返回剑王城，我是希望程岛主可以帮忙，与于少城主一起，在剑王城安置收容那些染毒之人，老弱病残者皆可入内栖身，得一时之安。待解药研制出来，唐某也会一并送去剑王城。这毒丸有解药了？日后会有的。唐公子，你从前不会解释这么多的。因为唐某发现，若是能不被像程岛主这样的人误解，也算是一件好事。有程岛主的经验和剑王城的帮助，这些中毒之人就暂时安全了。待我求完水多坡前辈研制解药，就立刻出发寻找赤羽。承运袍追的人是你，这个能治你的内伤。你来这里，是刘琰出事了。他不见了。自从我们从沈郎魂手里逃走后，他整个人就变了。我们躲在乡下的茅草屋里，他整日废寝忘食地钻研医术。阿衍，饭好了。要不先尝个果子吧。吃饭。吃饭。尊主，听说唐丽慈捣毁了飘零梅院，还除掉了鬼牡丹，现在外面很不安全。我们先在这里躲一阵子，等你伤势痊愈，我相信总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。鬼牡丹死有余辜，不要再叫我尊主。风雷殿尊主死了，以后只是流言。我问他到底要做什么，他只说他错了，是你告诉他的。他的命，你的命只有我能取。现在我要你活着。活着慢慢为你所做的错事赎罪。他说只有把解药做出来，才有脸去见方舟。直到今天早上，我听说呀，中原剑会最近在通缉一个叫刘琰的人，说就是他造出的星鬼酒心丸。我们两个平日里都不出门，外面的事我不太清楚。那他们有没有说这个刘琰长什么样子？他们也没说清楚呀。不过倒是满大街的都是告示，我不识字，也是听别人说的，说什么毒祸又起，是匪首刘琰作祟不已，中原剑会的什么西方女侠号召大家积极提供线索。哎，姑娘，你读过书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去看看？哎，走。我担心他一时冲动，找西方桃寻仇，所以才来到这里。这个时候，他不会来剑会。那他会去哪儿呢？
长草、万里松、漫天月，药材，我需要药材。快看，那不是风流殿匪首刘演吗？没错，他化成灰我都认识，抓住他！刘演，祸乱天下，罪孽深重，居然还敢现身！风流殿灭我紫阳派满门，就剩我一人。我师父和大哥在渤海郡被风流殿凌杀。是综合法道中的弟子被余去奉西光功力，祸首就是你。中原教会最近在通缉一个叫刘演的人，说这是他造成的新规九星。是我，还是我，是匪首刘演作祟不已。还是我。明夜，势必要你在此伏诛。杀！谁阻止我找药，谁就该死。自找的。快走！快走！我不想伤害你们。他疯了！他疯了！请好好爱惜你的这双手，它对我很珍贵。我的手是行医救人的手，不是杀人的手。快看，他要毒发身亡了！活该，真是死有余辜。就是对。你们怎么还不走？我若是抱起而亡了，你们一个也活不了。暴体而亡了吧？将他的尸体带到中原界会，听说会有悬赏。上！阿言，阿言，阿言，你快醒醒啊！阿言，他吃了新规9辛丸，是在以身试药。阿言，刘烨，你自己做的东西，最后却差点害了你自己。你说你是不是这世上最大的傻子？尊主，你不要留小红一个人。你先起来。长草、万里松、漫天月，这些药材我房间里有。快抓住他！快抓住他！快！好啊，一群阴阳的人抓住，快跑！
我怎么？阿言，你要去采药啊？走吧，吃了饭再走。来，药篮给我，你快去洗手。我不要走，我要永远留在这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外面做了好多错事，无处可去，也回不了头。真的，什么事都做不了了。如果可以，我还有一些事想做。阿言，你还会回来，你会永远留在这里，但不是此刻。你该醒了，去吧。回声沉默暗涌，闪过千言万语，回程半盏油灯，未敢不恨，却相拥决定，几个季节尘缘一朝夕，万渴望不辜负，不放弃。醒了。你吃了太多酒精了，以身试毒，就不怕。毒发身亡可能比你研制解药来得更快。若你身死，你带来的祸害无人能解。可曾想过如何收场？你被我的千古针所伤，五脏俱损，气血难起。你有想过如何收场？与你无关。星鬼九星丸是我造下的恶业，千古针也是，怎会与我无关？把往生谱取走，我赎不了的罪孽，至少你可以赎。拿走往生谱，你就得死。坐好。你给我好好活着，往后研制解药所需要的材料会定期给你送来。现在江湖各派都在追击你，你就在这里藏好了。我以前觉得你很聪明，只不过是有点疯癫。现在看来，你不只是个疯子，还是个傻子。世人欲除我而后快，你却在这风口浪尖上包庇我，你就不怕陷入与整个武林对抗的绝境吗？唐立慈不在乎。是，你什么都不在乎。你不在乎你自己的命，又凭什么安排别人的命？凭什么觉得自己能控制一切，能负担一切？就凭我是唐立慈，